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就在2026年7月1号，OpenWRT 官方发布了最新的 25.12.5 稳定版本，这也是官方首个支持 GigaNet MT3600BE 的稳定版本。这期视频我会先刷入原生的 OpenWRT 测试无线速度和内存专用，然后再刷回 GigaNet 官方 4.9.0 系统，用相同的环境重新测试。最后我们对比一下原生 OpenWRT 和 GigaNet 官方系统在无线速度、内存占用方面到底有什么区别。刷写固件存在一定风险，操作之前建议先备份配置，刷写过程中千万不要断电，也不要随意拔掉网线。好，我们现在开始。登录 GigaNet 网页后台后，依次打开系统、升级，然后进入固件本地升级，选择我们刚下载好的 OpenWRT 固件并上传。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千万不要选择保留配置，因为我们现在是从 GigaNet 官方系统切换到 OpenWRT 原生系统，两个系统的配置并不通用，如果保留原来的配置，有可能造成系统异常，甚至无法正常进入管理后台。确认没有保留配置后，开始刷写固件，接下来耐心等待进度条走到100%。刷写过程中千万不要关闭页面，也不要给路由器断电。固件安装完成之后，路由器就已经进入 OpenWRT 官方系统了。原生 OpenWRT 默认的管理地址是 192.168.1.1，并且系统默认不会开启 WiFi，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网线把电脑和 MT3600BE 连接起来。新安装的原生 OpenWRT 默认没有设置后台密码，我们也可以顺手设置一个。接下来进入 Network， 再打开 Interfaces， 找到 LAN 口，然后把 LAN 口的 IP 设置为 192.168.8.1。这一步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修改，因为我的主路由地址是 192.168.1.1， 为了避免冲突，我把 MT3600BE 的 LAN 地址改成了 192.168.8.1。应用设置以后，电脑可能会暂时断开路由器后台，稍等片刻，在浏览器中重新输入 192.168.8.1， 就可以再次进入管理页面。然后根据自己的网络环境连接上级路由器或者光猫，让 MT3600BE 顺利连接互联网。为了方便后续使用，我们先安装中文语言包。不过在安装插件之前，需要先确认系统时区是否正确，否则可能会影响软件源更新。设置好时区后，更新软件包列表，再搜索并安装中文插件。但可能是 25.12.5 刚发布不久，目前软件源里还没有找到对应的中文语言包，所以接下来继续使用英文界面完成设置。现在进入 Network， 打开 Wireless， 可以看到原生 OpenWRT 默认并没有启用无线网络。接下来分别设置 2.4G、5G WiFi， 包括无线名称、加密方式和连接密码。为了方便后面的对比测试，这里的 WiFi 名称和路由器原来的无线名称保持一致。无线设置完成并保存应用之后， MT3600BE 的 WiFi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接下来拿出手机连接 MT3600BE 的 5G WiFi， 测试使用的是 WiFi Man APP。为了尽量减少单次测试产生的误差，我会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手机连续测试3次。这是第一次测试。我们继续第二次网络测试。这是第3次测试。
测速完成之后，我们再使用手机端的 Lucy Mobile 连接路由器。从系统状态页可以看到，当前原生 OpenWRT 的内存占用大约只有 28%。原生 OpenWRT 系统相对精简，默认安装的服务和后台组件比较少，所以内存占用也比较低。接下来我们把 MT3600B 刷回 GLNet 官方系统，再进行一次对比测试。打开 GLNet 官方固件下载页面，找到 GLMT3600BE， 下载目前最新的 4.9.0 官方固件。下载时注意确认设备型号，千万不要下载成其他路由器的固件。等固件下载完成之后，回到 OpenWRT 的网页管理后台。在 OpenWRT 后台里找到 System， 进入 Backup Flash Firmware， 滑动到最下面，找到 Flash Image， 点击之后，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好的 GLNet MT3600BE 的官方 4.9.0 固件，等待固件上传完成并校验。进入确认页面之后，同样要取消保留配置，因为我们现在要从原生的 OpenWRT 固件切回到 GLNet 官方系统，保留原生的 OpenWRT 的配置可能会导致系统出现异常。确认设置没有问题之后，开始刷写固件。接下来等待进度条完成。刷写过程当中不要断电，也不要操作路由器。进度条完成之后 ，MT3600BE 就已经恢复到 GLNet 官方 4.9.0 系统了。我们设置完登录密码，进入 GLNet 系统。恢复完成之后，重新连接 MT3600BE 的 5G WiFi。为了保证测试条件尽量一致，我们继续使用刚才的手机、相同的位置以及同一个 WiFi Man APP， 再进行网速测试。这是 GLNet 官方系统的第一次测试。这是第二次测试。这是第三次测试。大家可以把这3次的结果和前面的原生 OpenWRT 测速进行对比。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无线测速本身有一定的波动，所以这里的测试结果只能代表当前设备和当前网络环境下的表现，并不等于所有用户都能获得完全相同的速度。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原生 OpenWRT 的驱动性能不够，但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两套系统的 5G WiFi 设置并不相同。原生 OpenWRT 默认使用的是80兆赫兹频宽，而 GLNet 官方使用却是160，频宽相差1倍，测试结果从1000 Mbps 提高到2000 Mbps， 也就不难理解了。当我把原生 OpenWRT 同样设置为160 MHz 以后，测试结果也可以达到2000 Mbps 级别，说明它并不是跑不到这个速度。但问题是，开启160兆赫兹以后，电脑和手机的实际使用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卡顿。虽然测速数字很好看，但在我的测试环境中，稳定性暂时还达不到正常的使用水平。所以现阶段来看，
原生 OpenWRT 可以开启 160M 赫兹，也能够跑出1000兆速度，但要兼顾速度和稳定性 ，GeoNet 官方系统的无线优化仍然更加成熟。最后，打开 GeoNet 官方 APP， 连接 MP3600BE， 在设备状态页里可以看到，当前系统显示的内存占用大约为 72%， 和原生 OpenWRT 显示的 28% 相比， GeoNet 官方系统内存占用明显更高。这次测试可以看到，原生 OpenWRT 默认使用的是80兆赫兹频宽，上传和下载最高约为1000 Mbps， 改成160兆赫兹以后，同样可以跑到2000 Mbps 左右，但电脑和手机都会出现明显的卡顿，暂时还不适合日常使用。内存方面，原生 OpenWRT 占用 28%，GeoNet 官方系统约 72%， 原生系统更加精简开放，自由度也高，而官方系统虽然占用内存高，但在160兆赫兹的时候，无线性能、稳定性和开箱即用方面，目前表现更加成熟。所以现阶段如果更看重插件、可玩性和系统更新，原生 OpenWRT 依然值得尝试。如果更在意多千兆无线速度和稳定使用，GeoNet 官方系统会更合适。你会选择 OpenWRT 还是 GeoNet 官方系统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和订阅频道。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